老公失踪那晚，我的智障儿子上吐下泻，被送进医院，发现他体内有阴影后，医生给他实施了紧急手术，结果从他体内取出了半截戴着戒指的手指，那枚戒指正是我送给老公的结婚戒指。当儿子体内的东西被取出来后，医生第一时间报了警。我看向那放在医用器皿里的手指，还有周围漂浮着的胃里的内容物，不禁剧烈呕吐起来。此刻儿子还没从麻醉中苏醒，我却吓得冷汗直冒，不停地发抖。儿子小磊快满14岁，智商仅有几岁，他身形壮硕，胃口巨大，并且还有异食癖。可他怎么会？请问您老公现在在哪？接到报警电话的警察很快赶到，对我进行了一连串的发问。他下午2点出去后一直没回，有没有说去哪？去见一个朋友。什么朋友？什么名字？电话多少？肖明慧，他在外面的女人。此话一出，我的泪也跟着喷涌而出。他跟我说，他决定回归家庭，要跟肖明慧说清楚，还说晚上7点前一定会回来。可我等到12点，他也没回，电话也是关机。之后您儿子就因为上吐下泻进了医院，医生从他体内取出了断指。是，那您老公不在家的这段时间，您儿子在哪？他一直在家里，完全没出去过。你也没出去过？我晚上9点出去夜跑，大概10点多回到家，回来后没有发现任何异样。没有。问话过程中，警察死死盯着我，可能从我脸上看不出说谎的痕迹后，才把眼睛挪开。你们目前不能离开医院，等他醒来，我们要进一步做笔录。还有，我们需要去你家看一看。我交出了钥匙，看着熟睡的儿子，欲言又止。他脑袋有问题，可能没法做笔录。我将手抚上儿子的脸庞，无限的心酸涌上心头。小磊5岁那年，我骑电动车送他去幼儿园，他那天吵闹着不肯戴头盔，我也有着了他，谁知偏偏出了事。我们跟人撞上，小磊直接从车上飞出去，头撞到了石墩。那次意外让小磊成了智障，也是从那时起，我和老公苏世坤的感情破裂了。之后我辞职在家全职照顾小磊，他在外面打拼。这些年来，他无时无刻不在怪我没给小磊戴头盔，也为了解压，有过多次出轨记录，而我就当看不到，因为我和小磊需要他。还好他的事业比较成功，也给了我和小磊稳定的生活。直到肖明慧的出现，他居然为了肖明慧要跟我提出离婚，财产分我1/3，我怎么可能答应？我求了他很多次，小磊也成天黏着他，最终他还是心软了，决定跟肖明慧分手，回归家庭。我的思绪慢慢回到了今天，不，应该是昨天下午。我出去一趟，跟他说清楚，吃个晚饭就回。下午2点，老公苏世坤一边换鞋一边跟我说：“爸爸，我要抱抱。”看着苏世坤要出门，小磊跑出来撒娇。尽管他的体重已经超过了苏世坤，但苏世坤还是吃力地将他抱了起来。磊磊乖，爸爸晚上回来给你买糖吃。磊磊爱爸爸，磊磊会想爸爸的，爸爸要早点回。说完，小磊在苏世坤的脸上笨拙地亲了一口。苏世坤的眼圈红了，用无限怜爱的目光看着小磊。不可否认，苏世坤真的很疼小磊，要不然他可能早就离开这个家了。这也是我愿意容忍他委屈自己的原因之一。磊磊乖，爸爸会回来的，永远都不会离开磊磊。之后，苏世坤便走了。晚上6点时，他还给我来了个电话，我们已经谈好了，我给他一笔钱，和平分手，我吃完饭就回。可是到了9点时，他的电话就打不通了。后来我出去夜跑了，跑完回家也没见到他。之后就发生了那样的事。苏太太，经过调查，苏世坤和肖明慧的手机信号最后是消失在你们家里。什么？在小磊刚刚苏醒的那刻，警察来到我们病房，给我带来了这个消息。这个消息带给我的震惊，毫不亚于儿子体内取出了手指，并且我们在你房间里发现了血迹成分，是2个人的血迹。你们卧室是不是有暗室？血迹集中在墙边一角。是有一个暗室，用来储藏黄金的。我老公有炒食物黄金的习惯，他不放心放在银行，就放在那个暗室里。可是那里怎么会有血迹呢？我夜跑回来后一直待在卧室，根本没看到有血迹或是闻到什么腥味啊。之后小磊说肚子疼，一直呕吐，我就送他来了医院。难道我夜跑的那段时间家里发生了凶案？还有人清理了现场？想到这点后，一股寒气从我脚底升起。哈哈哈，爸爸是不是快出现了？忽然小磊傻笑了起来，冒出了这么一句话：小磊，你是不是见过爸爸？还有，你吃了些什么东西才想吐？快告诉妈妈！我抓住小磊的肩，紧张地问他：小磊乖，我们是警察，可不可以问问你最后见到爸爸是什么时候？警察走了过来，拿出本子，放低声音问小磊。小磊张了张嘴，留下了一堆哈喇子。我连忙拿起纸巾帮他擦干净，他却一把抢过纸巾塞进嘴里，一边吃一边叫着爸爸，叫着就躺下去，紧紧闭上双眼。我叹了口气，无奈地对警察说：我儿子有病，
没法沟通，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，也不知道小磊什么时候吃的呢。我说不下去了，捂着胸开始想呕吐。不如现在一起去你们家，打开暗室看看。警察也知道在小磊这问不出什么，决定先实地调查。可是正当我们准备转身走时，躺在床上的小磊疼得坐了起来。不能让你们看见爸爸。15天后爸爸就会出现，我不能没有爸爸。说完，小磊拖着他笨重的身躯跑过来，死死抓住了我们。小磊，你到底在说什么呀？我简直快要崩溃了。那东西好难吃，可我必须吃下去，一定要吃的哦。妈妈，别再伤害爸爸。什么？我什么时候伤害过苏世坤？我的情绪再也绷不住了，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掉。警察先生，我们赶紧回去打开暗室看看，我真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我的天，我觉得再问下去，我真的会崩溃。我从未对苏世坤做过什么，以前没有，现在更没有。叫来护士给小磊打了镇静剂后，我和几个警察一起回到了家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一踏进家里的大门，我就感到一股凉气扑面而来。苏太太，你怎么了？看见我一直愣在门口不动，警察警觉地问了一句。没什么，有点冷。我双手环抱住双肩，身体又不自觉抖动起来。我迈着蹒跚的步子，小心翼翼往卧室挪去。一想到我可能在凶案现场待了几个小时，我就感到无边的恐惧。苏太太，你好像冷得出汗了。是，我很怕。你在怕什么？我怕我老公出事，以后就没人管我和儿子。我怕我可能睡在有死人的房间里。我更怕事情会跟我儿子有关。这么多事情合起来，难道我不该害怕吗？我感觉自己一直处在被怀疑中，情绪终于绷不住，索性爆发了出来。旁边的警察还想开口说什么，跟他一起来的女警制止了他。他走过来，拍了拍我的肩，又握住了我颤抖的手。这一握，就好像是一壶清水浇灌在我这株即将枯萎的花上。果然，还是女人更能共情女人。我擦干眼泪，走到床边，把手伸进了床底。床板下面就是打开暗室的按钮。我们家是自建房，当时设计这个装置还是苏世坤亲自设计的。看着那堵缓缓打开的墙，我的心跳到了嗓子眼。我真的好怕看到老公那残缺不全的尸体。我不希望他死，一点都不想。墙终于整个打开了，而我也松了一口气，因为里面并没有老公的尸体，但同时那些黄金也全部不翼而飞。这里有大量的血迹反应。对暗室进行探测的警察大声叫了起来。奇怪，整个卧室就靠近暗室的墙和暗室里面有血迹反应，其他地方没有。这是不是说明凶案就发生在这个墙角或是暗室里？可是尸体和黄金又去哪了呢？苏太太，是不是还有其他地方连接着这个暗室，可以从另一边出去？女警分析完后提到了这点，让我猛地一惊。是有，我指了指暗室里面凸起的一小块，按那个按钮，对面的墙会打开，那边通往我们后面的院子。我话音刚落，警察就按上了按钮，对面的墙缓缓打开了。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空旷的土地。以前我还有雅兴种一点花花草草，但自从发现苏世坤和肖明慧在一起后，我就再也没有心情打理了。我们来到了后院，警察开始在各个角落勘察，这里的泥土有松过的痕迹，他们终于有了发现。而这块泥土的旁边还倒着一把铁锹，他们小心翼翼地将周围所有的工具包好，开始徒手扒起那块土来。那块土确实很松，警察们没用多久就已经挖得很深了。很快，有一些类似黑丝的东西露了出来，我的心没来由地狂跳起来，因为那黑丝像极了人的头发。泥土终于慢慢地全部散开，2具尸体映入了大家的眼帘。而尸体的惨状让在场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。只见男尸全身赤裸，身上还插着一把尖刀，而他身上的其他地方也有很多干涸的血洞。他的下体以翻转的姿势露在外面，私密处的重要器官已经消失无踪。而女尸则是坐着的姿势，眼睛睁得浑圆，她的喉咙那里鼓鼓的，嘴里还塞着一个巨大的金块。这对男女尸正是失踪的苏世坤和肖明慧。我吓得跪倒在地，听到了自己心脏破裂的声音。我们查过附近的监控，看到苏世坤和肖明慧在那晚9点左右往你家方向走，但并没有看到你在那个时段外出的身影。审讯室里昏暗的灯光照着我，一如我内心的昏暗。因为我根本没去大路那边，我平常都是去后山夜跑。我说的后山是从后院出去的那条路，那里有一条小路围绕着山，没有任何监控。当晚有人看到你夜跑吗？没有，那里几乎没有人经过。例如我锻炼和发泄，是发泄。老公出轨，我却不能离开他，也不能在儿子面前表现出悲伤，只能一个人躲在无人的地方发泄。你也是女人，你知不知道那种感觉有多痛苦？真的很痛苦。但是再痛苦，我也不会杀人。我和儿子都离不开世坤，我不可能以身犯险置儿子于不顾。说完，我捂着脸哭泣起来。我能理解，但你要相信一点，凶案发生时，你儿子肯定在现场，不然不会吞下那根手指。但现在还有更多的疑点。女警话还没说完，审讯室的门开了。
进来的警察对着女警耳语了一番，女警的脸色瞬间变得很沉重。指纹快验结果出来了，那把刀上面有你的指纹，铁锹上面有你儿子的指纹。从表面证据来看，苏世坤是被人捅死的，而肖明慧是被人塞金块噎死的，具体还要等尸检报告。不过他嘴里含着的那个金块上面也有你的指纹。如果是我家里的刀，当然会有我的指纹。金块每次都是我摆件暗示的，也当然会有我的指纹。由于很多的证据都对你不利，所以你必须先待在这里。至于你儿子那边，我们会帮你照顾。接下来就等尸检和所有的化验结果出来。我要见我儿子，也许我可以引导他说说那天的事。我真的很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，我真的什么都没做过，我真的很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。求求你！一想到老公的惨死，想到自己可能要蒙受冤屈，想到儿子可能将无人照顾，我就感到天都塌下来了。在我的请求下，女警将我带到了小磊的病房。本来还在哭泣的小磊，一看到我就破涕为笑。妈妈，他张开双臂，跌跌撞撞地向我奔来。小磊乖，我把他搂在怀里，哭得泣不成声。能不能告诉妈妈，你最后一次见到爸爸是什么时候？知不知道爸爸去哪了？稍微稳定情绪后，我尽量放轻声音问小磊。小磊张了张嘴，又警觉地看了看我身边的警察。女警对我点了点头，往我口袋里放了一样东西后，和身边的警察退出了病房。我知道他放在我口袋里的是一个窃听器。小磊，现在没有别人了，你跟妈妈讲讲那天发生的事好不好？哪天呀？爸爸换鞋出去，你说要等他回来。是的呀，后来爸爸回来了。回来了？什么时候？几个人？我感到心都跳到了嗓子眼，死死抓着小磊的胳膊。痛，妈妈好痛！小磊痛苦地嚎叫起来。我才发觉，原来由于我过于紧张，指甲嵌进了他的肉里。对不起，小磊，对不起。我抱着他，不停地安抚他。妈妈，爸爸是回来了，但他不会动。停止哭泣后，小磊突然冒出了这句话：不会动？爸爸为什么不会动？妈妈杀死了爸爸。不过他说不要紧，有个办法能让爸爸活过来，不能说出去哦。你在说什么，小磊？妈妈没有杀死爸爸，也没有跟你说过有办法让爸爸活过来，你在胡说些什么？没人说，是我自己想的好办法。说完，小磊竟咧嘴笑了起来。15天后，我就会有一个更好的爸爸，是以前的爸爸会变得更好。现在多少天了呀？我有些崩溃了，还想继续问小磊话，病房的门被推开了，女警以及她旁边的警察都一脸阴沉地盯着我。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，现在事实也应该大致清楚了。我再次被带回审讯室，再次用昏暗的心情面对着昏暗的灯光，还有咄咄逼人的警察。我低着头没有说话，我知道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。我先说说我的推断吧。女警喝了一口水，尽量用平淡的声音说道。那天苏世坤本来是要去跟肖明慧谈分手的，结果谈判失败，两人都舍不得离开对方，于是决定一起回去跟你说清楚。结果你们在沟通的过程中发生了争执，你把他们逼到墙角，打晕了肖明慧，一气之下捅了苏世坤很多刀，然后你打开暗室，将他们抬进了里面。此时肖明慧醒了，由于愤怒，你捏住他的下巴，将金块拼命往他嘴巴里塞，直到把他噎死。之后你怕这个暗室会被暴露，就继续按按钮，将他们转移到了后院。当你想掩埋尸体时，你儿子出现了。他看到爸爸的尸体很诧异，而你为了安抚他，就对他说，只要把爸爸的下体器官切掉埋进土里，把戴着结婚戒指的半截手指吃进肚里，15天后就能孕育出一个更好的爸爸。胡说，完全就是在胡说。我可以容忍你污蔑我，但是不能容忍你污蔑我对儿子的爱。我可以为他付出一切，甚至是生命，绝对不会逼他做那些残忍的事，绝对不会。我打断了女警，脸涨得通红，喉得声嘶力竭。我的眼泪哗哗哗地流到脖颈处，将衣领全部打湿了。对于我的失控，女警并没有任何的过激对待，她反而还坐了下来，一脸平静地看着我。我也觉得有一点，说这些只是想试试你的反应。接下来我在看守所度日如年，无时无刻不在挂念着小磊，挂着他有没有好好吃饭，有没有人守着他不让他吃异物，他见不到我会不会害怕。这天女警终于再次提审了我，是不是有了新的发现？小磊过得好不好？他有没有好好吃饭？有没有哭着找我？不等他开口，我就问出了一系列我想问的。女警没有正面回答我，只是问我到底还有没有隐瞒什么。没有，我发誓我说的都是事实。知道你老公出轨后，你有没有想过在感情方面报复他？女警莫名其妙地冒出了这句话。我不明白她话里的意思，诧异地看着她。我们在你的后院外墙踩到一些指纹和鞋印，是属于男人的，但并不属于你老公。由于惊讶，我的嘴张成了大大的 O 型。我怎么可能会有别的男人？我们一家是8个月前从别的地方搬来的，之所以要搬，是因为在那个地方发生了一件事，一件让我永远也不想回忆的事。后来我们接手了这个破落的自建房，重新装修，
安稳地住了下来。在这边生活的日子，我每天除了出去买菜夜跑，就是在家陪小磊，根本不可能认识别的男人。那出现在我们院子外墙的指纹和脚印，到底是谁的呢？现在依旧有很多对你不利的证据，凶器上有你的指纹，肖明慧肚子里有3个金块，嘴巴塞着的那个也有你的指纹，还有他的指甲缝里有你的衣服纤维。什么？我越来越诧异了。这么多年来，对于苏世坤的出轨，我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也从不找他外面的女人进行对峙。至于肖明慧，我也只是听过他的名字，看过他的照片，但从未跟他正面接触过。难道说苏世坤真的是下定决心把他带回家跟我摊牌，然后他还碰过我的衣服？但他们到底怎么死的呢？对，现在又出现了第2个男人，难道凶手是他？我们确实查到了一些东西，也正在全力寻找这个男人。如果你真的不认识他的话，我们可能需要花更多的时间。女警仿佛看穿了我的想法，说道：那小磊呢？我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他？我们会安排你们见面的，他现在很好，有专人看着他。说完，女警拿出手机给我放了一段视频，视频里面有护士在喂小磊吃饭，还有人在陪小磊玩。小磊看起来并没有瘦，还有些开心。我终于放下了心。突然我想到了什么，有没有这样一个可能，是肖明慧串通外面的男人，杀死了苏世坤，又抢走了我们的金块？那肖明慧怎么又死了呢？一定是他们分赃不均，男的想独吞金块，不然怎妖院子外墙才有那个男人的行踪，里面却没有？你说的这些我们都有想过，只有等抓到人了，才能知道那个男人到底是跟谁有关联。对了，你认识的人中有没有一个是左腿有缺陷的？准备离开的女警突然冒出了这句话，我的脑袋一下子就炸开了。难道是他？我再次被提审的这天，女警告诉我，男人被找到了，跟你一样，对方坚决不承认杀了苏世坤和肖明慧。他说他的确是从后院翻进去的，而金块是肖明慧搬出来给他带走的。不过他走的时候并没有看到苏世坤，肖明慧也是好好的。然后他听到肖明慧死了很激动，还流下了眼泪，一直嚷着是你杀了他。他的眼神好像非常仇恨你。我蓦地抬起头，用颤抖的声音问道，他叫什么名字？胡海生。真的是他，我们在原生活的发生的那件事跟这个男人密切相关，也是因为要躲避他，我们才搬来了这个地方。他怎么会认识肖明慧？肖明慧是他前妻，2人分开很久了，他们有2个女儿，大的跟着胡海生，小的跟着肖明慧。但很不幸的，大女儿在8个多月前死了。在女警说出大女儿死了这话时，我就已经控制不住的浑身颤抖起来。我们调查过了，在那里你们发生过非常不愉快的事，并且最后并没有得到妥善解决，因此胡海生一直怀恨在心，长期打听你们的去向。我们有理由相信他有杀苏世坤的动机，但一定没有杀肖明慧的动机。不，他应该有，那么多金块在眼前，谁都想独吞，他没有。他很爱他的前妻和女儿，跟你爱你儿子一样，愿意为对方付出一切。他当初之所以选择离婚，是成全他前妻跟其初恋。我垂下了头，想起了胡海生看着我们的那双仇恨的双眼。听说在那个地方，你们做了很对不起胡海生一家的事。女警此话一出，我紧紧闭上了双眼，眼泪从眼缝中源源不断的流出。8个多月前，我们一家生活在 S 市，本来一切风平浪静，直到胡海生带着女儿搬来我们隔壁。胡海生的大女儿叫小露露，14岁，她长得很漂亮，身材娇小，心地又善良。在那里，几乎所有的小孩都嫌弃小磊是智障，只有小露露是例外。她觉得小磊没有朋友很可怜，每天放学做完作业都会来陪她玩。小磊也很喜欢她，总是姐姐姐姐的叫不停。那段日子也是我最开心的日子。可是好景不长，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让我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有一天，我看到有个非常优惠的3天2夜旅游团，于是报了名，决定带小磊出去玩玩。我万万没想到苏世坤居然会趁这个时候带女人回来偷情。我更没想到的是，上了旅游大巴后，小磊就吵着要回家，于是我只好带着小磊回家。我打开门，让小磊先进去，我买完菜再回来。小磊进门后，听到里面有呻吟声，就好奇地站在卧室门口看。苏世坤带回来的女人有被虐倾向，狂欢时一直要苏世坤粗暴地对待她。就这样，小磊将苏世坤和女人苟且的过程全部看到了底。他以为这是一个很好玩的游戏，觉得小露露应该也会喜欢玩。时间来到了让人做噩梦的那天，小露露做完作业又过来陪小磊玩。当时苏世坤不在家，我想着有人陪小磊就出去逛逛，谁知这一去就出了大事。小磊将小露露压倒在床上，无论小露露怎么哀求和挣扎，他都以为是跟那天的游戏一样，最后学着他爸爸的动作，硬是将小露露给糟蹋了。我永远记得，当我回到时，正好看到小露露披头散发从我们家冲出来，她敲开家门，扑到胡海生怀里，痛哭不已。
露露，别吓爸爸，发生什么事了？跟爸爸说啊。胡海生也吓坏了，他很疼这个女儿，左邻右舍都知道。最后知道真相的胡海生气疯了，他从家里拿了一把砍刀，疯了一样的往我们家冲。在我吓得赶紧去护住小磊时，小露露跪在了他爸面前，爸爸不要，这是犯法的，你不要啊，我不想失去爸爸。啊啊啊！胡海生像野兽一样怒吼着，眼睛胀得通红。最终他还是丢掉了砍刀，跟小露露抱头痛哭。由于年龄和智障的缘故，小磊没有受到任何惩罚，而我们也跟胡海生那边谈好了，赔偿20万。尽管他气得发抖，但也只能接受这个现实。只是只要我们出现在他面前，他都会带着仇视的眼神看着我们。我怕他伤害小磊，只好成日把小磊关在家里。后来我知道了小磊犯错的原因，对苏世坤恨得牙痒痒。老婆，求求你原谅我，我以后不会再这样了。但在苏世坤痛哭流涕的保证下，我还是妥协了，因为我不得不妥协。我没有工作，又离不开小磊，还能怎样呢？有一天，胡海生敲开了我们的门，那笔钱什么时候给我？他连正眼都不想看我们一眼。再给我们1周时间，现在被股票套着，下周就能兑现了。苏世坤陪着笑脸说道。只是我没想到，这一切只是苏世坤的权宜之计，因为他压根就没想过给。套在股票里的钱早就被掏空了。找一个深夜，我们偷偷搬走吧。苏世坤提出了这个主意，尽管我觉得这样非常不道德，但想想手里仅剩的那些钱，想想以后的生活，还是自私的答应了。就这样，我们偷偷搬走，到了这个全新的地方。苏世坤找到了新的工作，还意外中了彩票，我们的生活也越过越好了。可是小露露在我们走后不久就自杀身亡，胡海生悲痛欲绝，也捅了自己几刀。被救回来后，左腿神经永久性损伤。你想不想看看胡海生在审讯室里说的话？女警一句话将我的思绪拉回了现在。说完，他给我放起了录像。录像里的胡海生苍老的可怕，40多岁的人看起来就像70多岁，看得出来失去女儿对他的打击很大。我甚至都不敢正眼看视频里他的双眼。我恨他们，太恨了。他们的儿子毁了我女儿一生，却还逃避责任，连1分钱都不赔给我们，简直就不是人。后来明慧回来看露露，才知道新闻上的报道原来发生在我和露露身上。知道事情原委后，她哭得撕心裂肺。我们的乖露露啊，再也回不来了，回不来了。我没用，我保护不了我最爱的大女儿。我没有想过报复，想过去杀了他们全家，可是不行啊，因为我们还有个小女儿，我们不能让别人说她父母是杀人犯。所以我们最终决定要回该要的钱，但是明着找他们要，他们肯定不会给，要给早就给了，你们说对吗？知道苏世坤花心后，明慧想了个主意，决定去勾引他，然后再让他把钱吐出来。我不肯答应的，可是明慧铁了心肠，她说怎么都不能让露露白死。后来我们终于打听到了他们的所在之处，开始实施我们的计划。计划一开始进行得很顺利，明慧说苏世坤被他迷得晕头转向，他也从苏世坤身上大大小小捞回来了5万。可是正当他想继续捞剩下的时，苏世坤竟然决定给他5万买断感情，回归家庭。明慧使出了浑身解数，苏世坤依然决定跟他一刀两断。后来我接到了明慧的电话，他说苏世坤家里有金块，可以给他一些，他想办法多拿一些，让我在后院等他。所以那晚我艰难地爬上后院的墙，接过了明慧递给我的袋子，袋子很沉，我觉得应该有很多的金块，但当时我听到有动静，也不敢多逗留，所以快步走了。咔嗒一声，女警关闭了录像，直勾勾地盯着我。此时的审讯室很静，静得连心跳的声音都听得到。我将头垂得很低，羞愧得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。今天你儿子小磊跟我们说了一件事，就是那天发生的事。盯了我半天后，女警终于开口说话了。听到小磊2字，我才抬起了头，因为我们跟他说，如果你不把那天的真实情况说出来，你妈妈就回不来了。我们问他是更希望爸爸回来，还是妈妈回来？他说更希望妈妈回来。听到这句话，我终于放声痛哭。我们把他说的话拼凑完整，大概明白了是以下的意思。他说那晚听到你们房里有动静，于是过去看，结果看到爸爸满身是血的倒在墙边，旁边还站着一个漂亮的阿姨。阿姨跟他说，妈妈杀死了爸爸，但是他有一个好办法，能让他爸爸活过来，并且变成更好的爸爸。原来这个办法是让他吞下爸爸戴着结婚戒指的半截手指，就代表活过来的爸爸会更爱妈妈。而爸爸的下体是根，要单独埋进土里，才能孕育出更完美的爸爸。所以后来小磊就吞下了手指，埋掉了那个东西。再后来呢，我的声音抖得厉害，我仿佛猜到了真相。他说阿姨嘱咐他一定不能把这个事说出去，否则爸爸就永远活不过来了，只要不说，15天后爸爸就能活过来。还有我们找到了一个人证，证明你那天的那个时候确实在后山夜跑，因为有个拾荒老人在那里露宿。女警最后的这句话无疑替我洗清了嫌疑，可是我没有半分轻松，我的心堵得很厉害。
女警带着我回到了案发现场。我们站在那里，仿佛看到了整个的案发经过。苏世坤跟肖明慧提分手后，肖明慧觉得计划泡汤了。我不知道从那时起，他是想一口气多捞点钱过去，还是直接想苏世坤死。总之，苏世坤跟他说可以再给一些金块给他作为补偿，但要趁我和小磊出去夜跑的时候回家取。他没想到的是，那天只有我出去了，因为小磊不肯出去，执意要在家等他回来。后来他们来到卧室，打开了暗室，不知道为什么起了争执。争执中，肖明慧拿刀捅死了苏世坤，还捅了很多刀。没想到小磊听到动静闯了进来，他知道自己逃不了了，决定赴死。但是凶手一定要是我，所以他跟小磊说了复活苏世坤的谬论，还一直跟他强调人是我杀的。他恨小磊，但他也知道罪魁祸首不是小磊，所以他要用变态的方法惩罚小磊，还要我也跟着陪葬。他清理了现场，抹去了自己的指纹，把密室的金块搬空，给了墙外的胡海胜。最后，我不知道他是以什么理由让小磊埋的他，他选择了吞金和活埋的死法，可见他有多恨我们啊！不过，我们真的该恨，也真的该死。如果你们作为父母能洁身自好，以身作则，是不是就不会发生这么悲惨的事了？如果在事情发生后，你们能勇于承担责任，是不是就不会摊上这么多条人命？人性是自私的，但再自私，也不能自私到这种地步。你觉得这辈子你还能活得安心吗？女警说的话，一刀一刀刻在了我心里。我虽然没有杀过人，但我却是个刽子手，手上沾满了鲜血。我知道我的余生将会永远背负着这个沉重的枷锁，一直到死去。